在短短的5年内，我发生了4起重大的车祸。然后呢，这些车祸对我的人生的命运影响非常的大。我今天呢，给大家浅谈一下我这些车祸对我到底影响了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小白。很抱歉又停更了这么多天。咱们不是去杭州，因为直播在那边。杭州的直播结束以后呢，我本来是回到了云南，然后收拾东西，带着安妮波妞，准备回到贵州去过年。但是呢，人算不如天算，这一次我马不停蹄的急匆匆的赶回贵州的时候，我在路上发生了车祸。我是在高速公路上追尾了，当时呢，整个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嘛，堵上了。我呢在后面没注意，因为疲劳驾驶，然后撞上了前车，导致前面有3辆车受损，我自己的车呢也损伤严重，而且我的安全气囊也弹出了。幸运的是呢，我的搭档和我都系上了安全带，都没有受到任何皮外伤。安妮波妞呢也没有受伤，这我觉得已经很幸运了。虽然我的车的内部我自己改装的设计的那些家具全部松动损毁了，我车里面有一台台式电脑，有的地方也损坏了，别的东西一些杂七杂八的吧，坏了的一些，保险已经定损了。定损了以后，我的车要维修在可能4、5万。目前因为没有拆发动机呢，还有具体的受损情况还不知道。如果说发动机坏了的话，那维修起来费用更高，时间成本也更高。年前呢，我是拿不到车了，因为现在的话，工厂啊很多已经发不了车的配件了。等到年后收假了，初7、初8，再加上发快件的时间、维修的时间，加起来1个多月。如果是发动机大梁受损，差不多2个月。也就是说，我这1、2个月我用不了车。这1、2个月我用不了车的话，我得找一找我身边的朋友，向他们借一下车。但是借车这事儿呢，大家都知道一句话，车和什么什么素不外借，对吧？这个呢我都理解。可能有的朋友想帮我，看到我视频以后，心里面也觉得，就这5年刚好做自媒体的时间，发生了4次重大的车祸，可能觉得我的技术啊，或者说我这个人不可靠。但是我想在这里说一下，发生了这些车祸对我的影响。前面呢，就是给我的粉丝朋友简短的汇报了一下我的停更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本来我回来这2天应该是在更新贵州的视频了。那么接下来分享一下这些车祸对我的人生的影响。我在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我想的是什么呢？那会儿没钱，我买一辆大概在6、7千块钱的一辆很小的那种2厢微型车，自驾去西藏环游中国这样。那时候6、7千块钱的车，你们都知道，其实能淘到好的车况的车，但是呢，你得懂行才能淘到。就是因为不懂，急匆匆的从贵州当时去重庆买了一辆黑色的。我买回来的当天，也是因为疲劳驾驶，总是心急，想快点得到一样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往会出错，然后就导致了车祸。当时是在高速公路上，已经回到贵州的境内，因为疲劳驾驶，左边撞上了隧道的墙壁，车胎报废了，然后车头很多东西受损了，但是车还能开。所幸的是，我的车后面1辆车都没有，我开着那辆车慢悠悠的把它开到了隧道口子的外面，等待救援。这是我第1次发生车祸。第2次也是在19年的时候，黑色的那辆比亚迪F0，我把它维修了过后，刚从贵州出发，快要到四川境内的时候，正儿八经做自媒体出发的第1天，在那里发生了车祸。我身上只带了不到1万块钱，我准备的是1个月花3000块钱，我大部分时间吃住在车上或者帐篷里，然后那会儿只有安妮嘛，我就带着安妮出发。那个车侧翻了，很严重，那个是第2次了，在黑色的比亚迪F0身上，第2次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导致那辆车最终报废了。当时我在那个地方还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记得那年我发生车祸的时候是一个毛头小伙子，虽然也25、26了，但是呢，其实没有经历过什么太多的社会经历。我发生车祸以后，
我不知道怎么报警，是当地人给我报的警。报的警过来以后，其实我那个车是有交强险的，交强险是可以帮我承担一些费用。当时我不懂，全程自己掏腰包。那个人收我的清洁费要收800元，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清洁费，因为我都没有撞坏什么任何路面的东西，只是路面撒了一些油，那个东西完全可以我自己把它清理掉。但是呢，他们要收我800元。最后那辆拖车只给我拖了几公里的那个范围，拖到修车厂，也收了我800。当地人告诉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钱，这都不是关键。把车拖到拖车厂以后，把车存放了将近1个月，我跟老板说了。后来那个老板说，你停的时间太久了，你赶紧把它拖走，不然我会按照每天50块钱，你停在我这里停了这么多天。我就想着停了那么多天确实比较耽误人家的事儿，但实际上呢，他那个地方很空旷，根本就用不着我挪车。老家离我出车祸的那个地方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然后我当时人没有到现场去，我就在地图上找到那个我停车的那个修车厂的对面有一家修摩托车的，我就跟他打了个电话过去，我说大哥，你能不能把我这个车帮个忙，挪到你那儿去停着，给你200块钱的辛苦费，我过2天就过来处理这个事儿。那大哥说可以啊，好啊，没问题。我说还有，因为我那个车坏了，我怕会下雨，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东西，你能否帮我收到你家里面去存放着？然后他说好啊，欣然答应了，同意了。后来当我买上人生中的第2辆车，也是花了6000块钱的小蓝一辆比亚迪F0，我把那辆车开到事故的地方去，我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车一直停在那个修车厂，没动过，里面的东西已经被下雨过后全部打湿、发霉、腐烂坏掉了。当时我很生气的就去问那个老板，他说怎么了？我给你处理了呀。那个老板没有找你要钱对吧？我说是，没找我要钱。我说我车里面的东西你没有帮我收起来，然后那个东西坏掉了。他说我都给你处理了，你还要我怎么样？而且他要价是400块钱，这400块钱我给了他了的。然后呢，我就比较生气，他说你要干嘛？就很恶劣的态度，他就觉得我吃定你了，你这个外地仔。当时我确实看着又瘦弱，整个人看着就是那种刚毕业的那种小毛孩。我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心里面积压了很多情绪，因为发生车祸，本来是想出去好好的闯一闯，然后他站在那里准备走的时候，我就从那个车里面把那个扳手拿出来，想跟他头上一下子敲下去。我就在想，大不了啥也不管了，我人生我也不想要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委屈，你知道吗？因为有好多人就觉得你是个年轻人外地人，把你坑了也无所谓。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没什么钱了，我还要想着把剩下的积蓄拿着走更远的地方，但是我忍住了，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一扳手砸下去把他砸死了的话，可能人生就结束了，你知道吗？我就不会坐在这里给你们去讲这个事情。然后我憋住眼泪，咬住了所有的委屈，然后把那个扳手又丢回去。第一个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当时胆子小，第二个是觉得这么做了真的不值当。我后来对那个地方充满了无限的抱怨，但是正是因为那件事儿，让我在后面的旅途当中很小心的去处理我发生的所有的事故上面的事情，也因为这些事情让我尽可能的去避免和这样的小人接触，也因为这样的事情，它让我更有斗志，更加有向上攀爬的动力。然后呢，我开着那辆小蓝，带着安妮继续往前走，从那个事故的地方再一次启程。从那过后，我的流量啊，视频的流量收益开始上涨，然后我签约了独家，关注我的人越来越多。我来讲一讲我的第3次车祸吧。可能这件事儿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一直没有发视频，就是在我21年初，我换了新车，换了一辆 SUV， 然后再加了一辆拖挂房车。后来很多人都在问我的拖挂房车去哪里了。我很深刻的记得那一天，我买了新的硬派的 SUV， 很高兴的样子。
然后我跟着我老爸开着那辆车去重庆接新的房车，拖挂的。然后我们兴高采烈地开着新的前车 SUV 和后车拖挂的房车，从重庆回贵州的路上，当时是我老爸开的车，我以为他几十年的老驾驶员开这个车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对吧？因为当时一辆大型的 SUV 再加一辆拖挂已经超过10米了。第一次开我觉得我怕，所以我就叫我老爸开。但是万万没想到那天回来是晚上，刚好傍晚，日落过去，天色已经暗下来。我爸在前面开着车，我在后面坐着的那个拖挂。我已经提醒过他很多次超速了，当然不是规定的高速公路超速，而是拖挂房车以后，你的速度最好是保持在80到90。因为拖挂房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路况不好，遇到风、横风或者说突发事件，会导致后车发生死亡摆尾。死亡摆尾呢，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它的配重不一样，然后速度快了，导致了死亡摆尾。后面的那个拖挂房车翻了，然后让整个房车受损严重。前车没翻，因为前车是带大梁的，很重，如果是一辆小轿车的话，就会把小轿车给掀翻。幸好是一台很大的 SUV， 但是呢，那个车也有一定的受损。我因为那个原因在家中途断更了有2个月，好像到3个月。我后来3、4月份出发，21年的时候再度出发，我还是拖着那个房车的，因为还想再试一试，没想到越拖越不开心，越拖越不快乐。后来我就把那个房车给处理掉了，也没有告诉大家他去了哪里，我就单独的开着前车 SUV 在路上跑。那段时间我很开心很快乐，因为开一辆 SUV 去哪里都可以，拖着那个房车感觉好累赘好累。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沉静下心来思考车祸，它让我停了下来，思考了很多问题，然后有了我现在的视频风格的题材。第4次车祸就是现在，我这辆车呢是一辆改装的，开了1年，有朋友就在预测你这辆车开不到超过一年，因为我中途换了很多车，虽然都是一些不怎么好的车哈。这一次车祸是疲劳驾驶，我觉得老天爷对我太好了，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在高速路上，没有人员伤亡，我感觉我的运气都快用光了，你们知道吗？也或者说我运气不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我的运气已经很好了，没有撞伤人。每一次车祸我都会反省，告诉自己我应该怎么总结，应该怎么去避免。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你生命当中必定要经过的劫难。有人被车祸夺去了生命，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一副健康的身体。但是我发生这么多次严重的车祸，我还能够很安全的、很健康的站在这里，还能够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可能是我命太好了。这一次车祸过后呢，我也会重新的去整理一下我2024年龙年一个全新的工作的计划，继续努力的去工作，踏踏实实的工作，我所吸取的这些教训，把它转变成我的经验，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去为自己添砖加瓦。这就是我想分析的，我想给大家讲的。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万事如意，然后心想事成，都能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我现在真的不太愿意去计划很长远的事情，我希望明天能够更好，能够开开心心的，我觉得就很知足了。视频分享到这里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多说。我希望你们今后能够从我的经历当中吸取到教训，开车一定不要疲劳驾驶，真的，累了就休息。拜拜。